有1老2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哇！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我叫张无为，然后是一名短剧演员啊，短剧演员。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在吐槽短剧。我朋友说，张无为，看完你演的短剧，我要尬死了。我说你要尬死了，你只是看。我演完第1集已经尬死了，死也没用，第2集重生了。上部戏演个是个霸总，导演总让我做一些很浮夸的动作。在那部戏里面，我接电话全程一个姿势，朋友们，拿那个手机杵在太阳穴上，说话女人。摁完一部戏，鬓角都斑秃了，生活中都改不掉。外卖来了，我说说话女人，放门口吧，谢谢。不仅动作尬，台词更尬。我最爱说2个字：有趣。什么都能引起我的兴趣。感觉我这个霸总是个 I 人，人格 INST，interesting。演的时候不理解这个角色很割裂，一边演我一边扪心自问，我说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这么有钱，但没见过世面？女主就骑辆自行车，我看着她，我说有趣。谁允许你把这种平民的东西骑进我的庄园？台词很装，内心很难受，因为我平时就骑自行车。演尬剧就算了，制作公司还跑路了，没给钱。我还挺喜欢我上部剧的人设，我演的是京城4少之一，顾氏集团顾云琛。顾少哦，拿不到尾款，其他3少都没拿到。我们京城4少身家100亿，现在联合讨薪，想起诉公司没用，4个霸总没有1个懂劳动法。哥几个想一晚上，一招没想到，只是一味的扶额苦笑。4少异口同声，有趣。不仅有很多人吐槽短剧，很多人更看不起短剧，觉得我们短剧很 low。我是科班毕业的演员，我大学表演老师就看不上短剧，他有条艺术鄙视链。朋友们，我们老师在朋友圈只给演话剧的点赞，短剧从来不点赞，已经很好了。他知道我说脱口秀，给我拉黑了。他希望我们毕业之后都去演话剧，但话剧不挣钱。我们班同学现在都在演短剧。去年我们一起回母校看望老师，老师看着一屋子的霸总，光京城4少就有8个。给他送副锦旗，祝老师桃李满天下，更难受。大学4年，他以为教出来学生是桃李，没想到是红果。开灯了，有趣。跟着拍了，你成功引起我的注意。老师很失望地看着我们，你们那个短剧演得太浮夸了。我是这么教你们表演的吗？说句公道话，不是。老师教我们的是话剧表演，更浮夸。我们大学4年学了4年的话剧，所有同学生活中带股话剧范儿。有一次上着课的时候，一对小情侣吵架了，女的骂那个男的，她说：“你个男的怎么那么小心眼呀？
她男朋友本来都要走了，听完这句话之后，你说我小心眼儿？我小心眼儿？我的上帝！哎呀，这一段我鼓足了勇气，比演短剧都尴尬。离开母校的时候，老师说：“同学们，以后还是少拍点短剧吧。”我听进去了，我今年就没有再拍短剧了。今年 AI 短剧出来了，我失业了。我觉得我们短剧会继续火下去，因为人们需要短剧来提供情绪价值。朋友们，在短剧里面，无论你经历了怎样的挫折、怎样的困难，这一切都只是你逆袭的前奏。我现在生活中也带着这种思维。今天录制的时候啊，我们发起个演员内部投票，总共60组选手，我是第60名，倒数第1。大家都不太看好我，但是我不难过。朋友们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天崩开局。我是演短剧的，我太熟了。我当你看倒数第1，我说稳了。我看到的不是倒数第1，我看到是我的爽文正在开机。我说 action。真的，本来很悲观，一下心态就转变了。什么待定区、晋级区，都是我顾云琛的舒适区。今年是喜丹录制的第3年，我说3年之期已到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很极限，这个结局是我前天晚上写完之后发给导演。导演说：“吴为啊，你这个段子嫌你这人小心眼儿。”我说：“你说我小心眼儿？”我的上帝，我不是小心眼儿，我只想在这么大舞台上告诉那些现在过得不好的朋友，现在一切都只是铺垫。想告诉那些正在遇见困难的朋友，你要相信自己是爽文的主角。最后，我想告诉短剧老板，把尾款给我结了。你触犯了我的逆鳞。谢谢你们，我是张维，谢谢。谢谢张无为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新朋友，车轮战又接在那么情绪浓度高的对决后边，还能翻起来，我鼓掌。那他站在那儿的时候，我眼神往上晃了一下，我一看，好像还真是他，挺好看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，成功的吸引了导演的注意。你们先晋级吧，我去拍戏了。火爆。没有啊，也得晋级，也得晋级，挺好的，而且这个很熟悉，题材特别熟悉，所以就愈发觉得可笑了。那小马老师觉得有趣吗？有趣，很惊喜。对，就是我觉得你的表演能力深深的融合在了这里。然后，哎，你刚才那个是现挂的吗？还是你本身有设计？有一定预设的成分。那所以说，刚才是郭麒麟拍的话，你怎么说？我这个有个万能方案，就是之前试一段的时候，哪怕观众笑不笑，我只要说有趣，大家都笑。按理来说，我没拍，应该是我引起你的注意啊，是不是这逻辑？对不对？哎呦，真的是，是不是？我倒不是争什么，主要这个我也略知一二，因为我5年前当过赘婿，后来才有的短剧。我特好奇，您是因为短剧跟脱口秀这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强的连结？其实是这样的，其实我主要是名演员嘛，毕业之后，我话剧其实干的时间会更久点儿。我之前是在某某麻花的演员，我真是这个某某打码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能不能提，就是有一个悲剧团体叫难过麻花吗？但是那一段它比较可贵的一点是它的角度，
他没有把短剧单纯当做一个去搞笑的一个话题，他反而最后结尾让人会有一种唇亡齿寒的感觉，就是短剧被 AI 取代，其实意味着它会未来还会有其他的被 AI 取代，所以人类手搓是如此珍贵。我觉得虽然前面的演员那么炸，新人首秀，然后我的角度很好，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你已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，所以非常好。谢谢老师们，谢谢。爱情。